就是说他们这2天在进行，不知道是不是叫军演。然后呢，昨天看到的新闻就是说，他们出动了90艘的这些舰艇。路透社说的。对，路透社外媒讲的。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国防外交委员啊，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感到紧张吗？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是针对赖清德，还是对台湾，还是他到底哪里不爽？为什么要出这么多船？这是1996年以来中共的军事舰艇出动最多的一次。你说我们该不该紧张？我们要审慎因应，不可以大意。他的军事部署，事实上面对中共，我都想说我们要料敌从宽，用最严苛的条件检视自己，用最宽松的条件去检视对方。因为对我们来讲，台湾是我们的家，安全不能拿来冒险。所以中国就算没有宣布，事实上他每个礼拜联合战备警巡都有经过我们附近，所以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骚扰是天天都在做。对，所以我上次咨询国防部跟外交部，我就说不用帮他取名字，因为你这样想说，他没有这个联合利剑西，他随便把一个联合警巡再多加几架飞机，就把它取个名字，就打你的脸。事实上，他军事骚扰是一直在做。第二个，不是只对台湾做，对菲律宾、对日本、对韩国都在做军事骚扰。所以他到底目的是什么？他什么事情不爽？那现在我就要讲了，这一次1996年以来最大的军事部署，他从12月9号到11号到今天，宣布在福建、浙江的东部划了7个空域保留区。你自己仔细看，空域保留区是一路从韩国下面经过日本，一直到我们台湾的北侧。然后除了空域保留区以外，动员了路透社讲90艘了，我们国防部讲说是相当巨量、大量的军事舰艇。第一个陈兵在第一岛链内，第二个突出到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就是台东的外海，东边对，台东的外海就是西太平洋到菲律宾海。我们地图的话，台湾在这里，中国在这边，这里是第一岛链内侧，经过宫古海峡出来。这里是西太平洋，南边这里是菲律宾海。这里我看昨天国防部就讲得很明确，说排了2道墙，排了2道墙。然后呢，这么大的军事动作，他却尴尬的无声无息，不敢宣布他是军演，也不取名字。为什么？为什么？好，为什么？第一个，他的军事动作目的，你一看他的排列的方式，就是中共解放军想要展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是我国家的内海。我说了算，宰制令。那这直接对撞了川普上一任2018年被揭露的印太战略里面讲的第一岛链，美国要在这边跟盟友维持嚇阻力量。那中国说第一岛链我说了算，你看我陈兵在这里，你拿我没办法。再来，他在西太平洋，也就台东的外侧，那个在公海外侧排了2列军舰，对，加上相关的一些设施。那其实他要呈现的就是 A2AZ。什么意思 ？A2AZ 在军事上叫做反介入拒止。那反介入拒止，它让关岛到与那国到这个 Okinawa 到台湾，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被阻隔。了解。好，所以他这个他就包起来，就不准你们过，不准你们来驰援台湾。真的战争的时候，你排看嘛，你看你能停多久？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呈现的动作，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第一个剑指美国。我有能力拒止你 A2AZ 你。第二个，第一岛链内侧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说了算，他的目的是这个。第二个，所以他不是对赖清德不爽，他整个他其实是要告诉他整个骚扰到了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有，都有。那美国是他的剑指的对象之一，因为美国政权刚更迭，川普1月20号才会就任。那这么大的军事动作。那个不用当过兵啊，一般就了解。你现在要约60台车要去垦丁玩，你要准备多久？很难。你要调时间要调多久？我光调2辆车就或者90辆车，90户的朋友，车子要出来，你的物料补给、加油、吃什么的，所以这样的军事行动一般至少要60天以上的准备期，而60天以上，赖清德总统出访根本都还没有。那也就是时间上，你要把这个牵拖到赖清德出访，第一个时间上对不起来，第二个赖清德过境美国访问我们的友邦，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性，这很正常，全世界也不认为这有问题。你把这个军事演习对上赖清德，又加上前2天
东北季风浪大，他动不了，所以赖清德已经回来好几天了，回来好几天，他说我现在针对你哦，人家会觉得你这个马后炮离太远了，所以第一个尴尬在这里。他要等浪小一点。不，第一个尴尬在这里，第二个尴尬在哪里呢？第二个尴尬是叙利亚突然间被推翻12天，对，12天宰制叙利亚的独裁政权。习近平、普丁的好朋友阿塞德被推翻掉，全世界都看着独裁政权被推翻，那这个气氛很尴尬。第三个，川普刚被访问说，习近平跟我是好朋友，但被他讲好朋友的未必是好朋友哈，就是川普说习近平好朋友，我相信他不会对台湾动武。川普常常装熟，装完熟之后就翻脸，装熟是翻脸的前奏，但是说川普刚讲说，我跟习近平不错。那我相信，我也要求他不要对台湾动手动脚。对，他刚讲完这个，你如果宣布一个军演，你不就是对着川普耳瓜子打一个耳光吗？所以他其实他就尴尬啦。尴尬以外，川普旁边任命的国务卿 Rubio， 他的国安顾问这个 Michael Waltz， 通通都是对中强硬派。你这时候川普刚访问完，然后呢，川普是说I never say， 他嘴巴绝对不会说协防台湾。对。他没有说要不要做，他只说我相信习近平不会对台湾动手动脚。好，他讲完这个话，他旁边的决策官员都是对中强硬派。你没事宣布了一个某某名称，你刚刚帮他宣布，中国很紧张，说我不哈，一个军事演习。你在国际尴尬的环境下，你在叙利亚倒台的情形下，你在对赖清德这个所谓的砍拖也牵不起来的状况下，那你唯一得罪搞不好就是即将上任的川普。所以中国这次就做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喜欢小事大做，这一次是大事小做，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对耶，我们不能小看他，但他这一次你会发现无声无息的尴尬的军演，在政治心理的恫吓力上降低了，而他。怕得罪川普，又想剑指美国，你会不会尴尬嘛？当然尴尬，所以这军演我们要观察一下了。我想问李问啊，李问要补充没错，然后另外就是说，他面对这么大的动作，赖总统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准备吗？或者是有开了什么样子的会议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国防部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都是叫国人，一切都在掌握中，请国人不用紧张。其实针对这次中国大规模的军演，那我来进行简短的4点的补充。其实国防部昨天也有进行完整的说明。那国防部也现在已经针对了这次的事件来开设应变中心。那包括总统还有国安团队都有密切的关注跟密切的掌握所有的情势。所以总统有开国安会。总统是密切的关注，而且整个国安团队都有非常高度的关注跟密切的掌握所有的安全情势。那像国防部昨天也有提到说，所有的各级的部队都非常严密的监控敌情，而且高度戒备来确保国家的安全。不管中共是否有实际宣布进行一个演习，它的实际行为都已经对整个第一岛链的地区，包括台湾还有其他的国家，造成压力跟威胁，所以要严密的进行监控，还有确保各项的安全情势。那第二点我要提出来的，其实就像很多观察家都有提到的，中国这次军事活动的范围海域非常的广。对，那它不只是针对台海，它也不只是针对台湾，而是对整个第一岛链，甚至活动的范围已经到日本周遭的海域、菲律宾周遭的海域，还有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中间的海域来进行军事上的活动。所以它是在对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更多的国家来进行军事的恫吓，那也造成许多周遭国家的不安与关切。对。那第3点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声称是因为赖清德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非常明显是一个借口。这明显是一个借口，而且无法说服国际社会。因为台湾有权利，台湾的总统有权利跟国际友邦进行交流，台湾的总统有权利跟国际社会进行良好的互动。那如果为了警告台湾，却把军舰开到日本周遭的海域或菲律宾周遭的海域，这明显的不符合逻辑思考。对。那台湾的正常的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与交流，不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借口，可是他们就一直拿来，一直都有借口啊！他们的动作从来没有停过，而且赖总统回来之后，
共机扰台的数量也变多了，然后还有好几架都越过我们的中线呢。那这种状况其实约束不了中国啊，那怎么办？但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很多民主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有出来发言，有出来仗义直言。那包括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最近也受访，那提到说谴责，提到说批评中国的胁迫行为，对于整个区域的胁迫行为。那另外就是美国的国务院也有发言。那美国的国务院提到说，呼吁中国保持克制，而且，赖总统例行的过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对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借口，然后成为对于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理由或借口。对，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共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待，而且再多的军舰跟军机，可是中国好像没有在 care 呢，中国都当耳边风。再多的军舰或军机没办法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啊！我要请教一下定宇啦，因为中国他们现在国防部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搞不太清楚。尽管他们国防不管是火箭军或者是国防部长一个一个落马，重要的这些人都落马，但是都不影响他们这么大规模的军事的行动。这个反而我们要看。中国是一个很僵化的体制。你在半年前或90天前宣布要动员80-90艘军舰，要从日本一路得罪到菲律宾，你宣布了，那这2天国际局势有变化嘛？你能不能 call off？ 你能不能取消掉？你能不能改期？你就发现那个体制搞不好一军演他就说哈，军演惊喜了，我怎么？就是说他那个僵化就会制造尴尬。但我还是讲料题从宽，中国确实它的海空军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我们要小心。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当中国内部这一个国防部长是习近平的人另外那个海军上将也是习近平的人，可是被另外一派的人斗倒，用纪律、用贪腐把它双规起来。那对习近平来讲是等于是解放军内部似乎有一群。跟习近平不对盘的人在修理他的子弟兵，而习近平之前不管魏凤和或之前火箭军的司令、副司令还莫名其妙从楼上掉下来，说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整个把火箭军的前3把手都拉下来，换陆军、海军、空军的去当，轮流做。那就是说，整个解放军的内部，第一个贪污严重，第二个派系林立，第3个似乎有在集结跟。习近平之间有一些矛盾，他位置不稳嘛？我不能讲这样不稳，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产生，我们还要多观察。这个观察，事实上，民主国家都在观察这个事情。而在这个当下，你发动这个大型的军演，你知道谁最怕军演吗？从古时候看到现在，如果这个皇帝发现御林军下面的军队怪怪的，他最怕你们集结在一起。而部队集结，对外很容易由演转战，比方说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就由演习转战。台湾的汉光演习常常也想定，就是解放军假装演习，突然间指向台湾，由演转战，对外也会但你去看历史上，尤其中国的历史部队集结，假装勤王然后最后就是把宫廷拿下来，政变嘛所以事实上中国内部有一些紧张，经济局势紧张，失业率高。然后加上里面的共产党里面的派系的问题，这个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但是要说习近平已经失去控制力了，也不要跑那么快，也还没有，他还是一个独裁者，控制得很好但是在这一次他们的军事演习达成了什么效果？就是说他本来要来威胁台湾，威胁赖清德，那我们就得一个原则嘛。我们台湾在进行正常的活动，如果因为中国的军事演习，我就不做了。你是不是鼓励他以后继续对你霸凌？所以大家观察，在台湾社会哪一个政治人物、哪一个媒体说：“哎呀，不要去挑衅中国，你就少出访嘛！你不要挑衅中国，不要买武器嘛！你不要挑衅中国，那个裴洛西那种的，以后不要来嘛！让你没有朋友，没有军备，没有外交。当你弱到不得了的时候，他弹指就可以把你拿下来，那才是引战。真正的战争是那样子才会发生，弱才会对你。”
你强就不会。他只要几小时把你拿下来了，为什么不打？但当你自己够强大，朋友够多，国际局势对你有利，看起来很紧张，反而动不了。所以在这一次他的恫吓你，我们反而去看看台湾社会谁去呼应这个声音。第二个，它促成了什么效果？刚才讲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直接公开讲，昨天讲的，直接讲说中国这个动作，他们认为是极其挑衅，你在制造麻烦。他会而且他讲不是威胁台湾哦，威胁第一岛链这些民主盟友。所以不要再讲说是因为民进党，我们民进党没有在日本执政哈。我在菲律宾，虽然小马可是当总统，但是小马可是不是民进党籍的哈。他威胁的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是中国庞大的1450团队。对，1450从韩国一路载至到菲律宾到澳洲吗？没有，其实就是中国自己的扩张主义正在威胁的区域和平，这才是真相。然后帕罗的讲话最重要，帕罗是美国掌握军权最大的指挥官，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这个大。他直接讲。在这个区域，我绝对有能力打败你解放军。我直接告诉你，我可以打你，我可以打败你。而帕罗在Brookings 智库11月6号的公开谈话，是我惊讶到下巴掉下来。他讲了什么？那个帕罗是现役上将，负责印太司令。印太司令管太平洋跟印度洋。对，他管超大的。管印度洋跟太平洋。它里面用了台湾关系法，还列出法条第几章节第几条 article 什么 dash 第几条。他说，因为有一个新加坡驻美国华府大使问他说，可是中国那么近，中国军力那么大啊，你们那么远啊，来得及吗？你们有办法维护台海的和平吗？帕罗说，不是远跟近，我们在那里，在海上，在天上，在水底下，我们一直都在。哎呦！好帅哦！第二个，他说这个我喜欢。然后他讲说，那中国如果对台湾 quarantine 就是用警察力量，就海巡来拦这些船只，或者中国对台湾blockade 就是把你封锁起来，那你怎么办呢？帕罗回答是这一段是让我惊讶。帕罗他在 Brookings 直接回答说，我是军人，我执行法律的命令。根据美国的法律，就台湾关系法第几章第几条第几条，我还去调那个条文出来，我可以赖给你。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哦，美国必须阻止任何一切非和平的手段来干扰台湾人民自我的决定。可是帕罗讲话都讲得这么好，但是我们台湾还是遭遇到说。中国的这些船来我们检查。我刚才讲那个条文多重要，我也建议李问可以把它找出来。台湾关系，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条文说，它的条文有个 common 举例，就是说哪些行为是干扰了台湾人民的自觉哦，他用自觉，干扰人他逗点，例如他用 boycott embargo 就是以前的用词封锁，现在叫做。blockade 现在叫做 quarantine， 所以他特别举例说，明确的列出这个行为是属于干扰台湾人民的自觉，而美国的军队依照法律，所以我们新闻有截后面那一段说，根据法律，我们必须排除这些，而我们也有能力排除这些。后来看各大媒体就写，帕罗宣说他美军有能力排除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只截了那个结论，其实他那个法律引述倒是很新的一个说法。李问要补充。对，确实就像定宇委员讲的，现在国际社会对于台湾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关注的面向越来越广泛。所以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之外，也会关注不管是封锁，那不管是有限度的说要检查台湾周遭的船只，对，以前或许只关注主要是在关注传统的军事上的威胁跟入侵，但是现在也会关注各种不同的灰色地带的侵扰，关注台湾受到的资讯安全的攻击，关注台湾受到假讯息的攻击。那所以这些智库啊、学者啊、国际的团体跟甚至国际的国会议员，也明白跟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到台湾所受到的威胁是复合式的，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对，那我另外再回过头来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说，这次其实总统出访，那其实投入的很多跟邦交国的合作计划都是公益性质，而且对于太平洋长期的发展是提出非常正面的发展模式。
对，所以如果以这次总统出访作为一个大型军事行动的理由，真的是在逻辑上完全说不过去。对啊。那我们实际看到说，在每一个国家提出来的计划，那例如说什么在医药的协助啦，在马绍尔群岛，那去关注当地医院如何应用 AI 跟远距离医疗、通讯医疗。那在图瓦鲁是关注通讯设备的韧性。包括跟美国、日本、澳洲的民主伙伴一起合作来建造跟维运新的海底缆线。对，海底缆线，等一下要这个解释这一件事。对，然后在帛琉也有，还有帮小孩子送色笔。对，教育文化、农业、医疗、公卫，这些都是长期对于邦交国的发展，可以巩固邦谊，可以对区域做出正面的贡献，可以发挥台湾人的专长。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用文明的方式在面对这个世界。可是中国就没有用文明的方式在对待他的邻居台湾嘛？像刚刚讲的，定宇也讲到帕帕罗，哇，你看法条怎么清清楚楚。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还是不断的被他们骚扰，他们还会登上我们的观光船去检查。那这些东西是台湾在承受啊，那他们关注，可是他们能帮我们什么呢？其实关注跟揭露资讯就是一种反击的方式。当我们能够揭露这些不同的样态，能够分析，能够了解，也是向国际社会一起来讨论，并且也提出警告。所以我觉得关注当然是第一步，关注跟分析，然后接下来才能进行更多政策的讨论跟研拟。除了揭露以外，其实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中共的野心，也不要小看中共解放军的能耐，不能小看敌人。他们确实投入这么多钱，确实在进步，也因为投入那么多钱，才会 A 了很多钱，很多才会被他们很多落马的都是因为 A 钱。他们将军被抓起来的可以组一个连了耶。好，所以他们确实有投入资源。等下在牢里面这个整队集合踢正步将军们集合就是说他们的贪腐，你去回推那母体，他确实投资很大量的钱。那你刚才讲。上一次金门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出动海警船去骚扰我们的观光船。那我们海巡署，因为那个属于那个就叫 quarantine 的一个做法，就是说用警察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来执行这种骚扰的任务。我们把它定名叫做灰色地带冲突。那海巡署的官兵弟兄姐妹其实也很辛苦，我们马上调派船舰在那附近，任何台湾的船舰如果被这样骚扰的话，你除了加速脱离以外，赶快联络我们台湾我们的海巡，我们海巡很勇敢哦，真的是真正会冲上去的。目前海军跟海军还不会这样对干哦，海巡会，所以从那以后这种挑衅的行为其实会减少。管碧玲有给我看过影片，对，海巡超辛苦，他就截上去哦，那个船这样子，然后可是跳。那这就是说，不要小看对方的野心，他还是会做，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不管是海巡的造舰计划。从蔡英文总统任内的143艘到现在相关的造舰计划，提升我们的防卫能力。一个国家不能老是靠别国来帮你。当然，帕帕罗的说法，我待会再讲。但是台湾自己有没有防卫自己的意志，提升防卫自己的能力，增加防卫自己的预算，以及展现敢于防卫自己的态势。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靠自己。我们家庭的安全不能依靠别人，要靠自己。对。但帕帕罗是重要盟友，有人要帮你，当然何乐不为。你要晓得，美军不是政治人物，他不会做宣示性的讲法啊。王石其如果被打，我根据法律我会来保护你。政治人物可能是宣示性的说法。美军每一个动作都要有他的 guideline， 然后执行计划，要拟出不同的剧本，经过操演之后，决定哪里不足，强化部署，再操演。就是 exercise revise， 他要去不断的演练修正。那所以帕帕罗之前有一个也是印太司令部司令，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那个 Phillips Window， 就是那个 Davidson Windows， 他讲的是说6年后中国可能会犯台。那美国根据这个，他们在印太司令也做了很多强化部署。与那国岛现在可以起降 F-35。那在石垣岛或者是日本的东南沿海，以及美国把他们的中长程的导弹前进部署到某一些小岛，在关岛的北边的这个天宁岛、北马里亚纳那边的天宁岛机场也重启，就说
军事将领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要有计划去支撑他这句话。所以当他或者之前 Hinote 就是美国空军的参谋，他负责战略的，他说我收到的指令，他在大西洋那个论坛讲的，那他就讲，我接到指令就是，如果共军要侵犯台湾，他必须切断在台湾海峡的 logistic flow， 以及全面性的把集结点把它摧毁掉。当他讲这个话，我们一般人说啊，共了，我们还是被欺负。如果你是共军呢？你是共军，你就要去思考这个变数。我们在料敌从宽，共军要不要料敌从宽？这个变数要不要纳入考量？所以安全是动态的。台湾，我觉得台湾人民了不起，我们面对中国这么大的威胁，我们的经济、科技，尤其民主，还能发展到这么蓬勃。台湾内部有没有一点温水煮青蛙？大家不当回事了。台湾的民族性是这样子啊，哈，像威尔康当年威尔康大火，地下室3个月都没人敢去消费，然后第4个月就开始客满嘛，哈。台湾的民族性有时候海岛国家会健忘，或者台湾经历那么多白色恐怖的噩梦，会忘掉一些事情。但是中国的威胁时时都在了。我看了各项民调，台湾人民保护自己的决心是有的，倒是内部应和中国的协作者，内部拉扯的力量有点大。这些协作者现在在国会取得一定的力量，这个部分是隐忧，各国都担心。但是台湾整体，我不认为台湾人会忘记保护自己的国家。